大家想想，這愛爾蘭是什麼意思呀？就是我愛你的蘭花呀！你說這麼好聽的一個名字，給了這麼一個國家，應該這麼說，在人均2萬美元 GDP 以上的國家裡，這是我見過的最淳樸的人民。最大的印象到今天为止啊，就是我作為一個中國人裡非常能聊天的人，快成啞巴了。在這個愛爾蘭，跟誰聊天都插不上話，所以來到了愛爾蘭的前幾個大印象，一個是好酒，一個是好人。他爸有一個特別牛的芝加哥分享的故事。我們來到哪裡了呢？來到了很遙遠的歐洲的最盡頭，來到了一個叫愛爾蘭的美麗的國家。我們給人家起名字啊，起的就特別美麗。大家想想，這愛爾蘭是什麼意思呀？就是我愛你的蘭花呀！你說這麼好聽的一個名字，給了這麼一個國家。我跟愛爾蘭人經常說這個，我說你們知道我們中國人對你們有多好？我們給你起的名字叫做 Love Your Orchid。我們給很多國家起的名字很好聽啊，比如說英國、美國。當然了，这愛爾蘭這國家一聽就比較遙遠，因為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人通常熟悉的都是那些曾經的帝國主義大國啦，侵略過中國的國家啦。然後愛爾蘭呢，應該這麼說，在中國的文藝青年中間，應該是一點都不陌生的。我覺得初級文藝青年標配就應該包括愛爾蘭軍團 U2、The Cranberries 小紅莓、Sinead O'Connor 恩雅。如果你連這都沒聽過，那你連初級文藝青年都不是。所以這個是所有的熱愛音樂的人就很熟悉的啊。說這國家在哪兒倒不一定確認，但是這國家太厲害了。中級文藝青年標配，或者叫中高級吧，那還得包括愛爾蘭的另一個更加栩栩生輝的大軍團，就是這4位或者叫5位吧，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這個都不能叫高級文青啊，這高級文青得知道點各種更後現代的什麼這些東西。但是這幾位，你作為一個中高級文藝青年吧，葉芝的詩、蕭伯納的戲劇、貝克特的《等待戈多》，這你必須得知道了。然後還加上這個還沒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是名聲一點也不差的這幾位，比如說奧斯卡·王爾德，還有尤里西斯。雖然有各種爭議啊，這個你好歹聽說過吧？聽說過就夠了啊。尤里西斯咱們講到文學再慢慢講啊。總而言之，這幾位這個大牛火葉芝、貝克特、蕭伯納、喬伊斯，所有這些人那是愛爾蘭的最偉大的永恆的驕傲。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樣，從小就是從這方面了解愛爾蘭。當然了，球迷可能也會偶爾看見愛爾蘭的足球，說這還有一隊叫愛爾蘭。然後還有人分不清北愛爾蘭和愛爾蘭是怎麼回事，因為英國呢，這個當霸權主義當了很多年，在足球方面也霸权。這個參加世界杯的時候，英國分成了4個隊參加，所以他還有一個北愛爾蘭隊，然後愛爾蘭還有一個愛爾蘭隊，然後看上去都一片綠綠的，基本上就是這點印象。但是呢，我後來是因為到了美國以後，開始對愛爾蘭有了更多的認識，但是還是沒來過啊。每年看到這春天的時候，美國東岸有那種盛大的大遊行，中國人還綠帽子節，就看見無數人戴着這麼大綠帽子，然後臉上塗倍兒綠，各種綠花車出來了，唱着各種歌，然後還有那芝加哥愛爾蘭人集中的地方，河都染成綠色。原来愛爾蘭人在美國這麼有勢力，看美國黑幫片，裡邊這個芝加哥黑幫原來也是愛爾蘭人。後來再一看美國這總統，說這總統是愛爾蘭後裔。後來再一數，美國一半總統是愛爾蘭後裔。我說當然了，你只要在美國生活，你不管長還是短，你一定會認識愛爾蘭後裔，因為那在美國簡直是人太多了，自己跟你說他是愛爾蘭後裔的10個人裡就有1個所以經過這麼多年的這個國家在你身邊圍繞着各種各樣的音樂呀、文學呀，然後你身邊的鄰居朋友盛大的 St. Patrick's Day 等等这些之後，在我48歲的時候，終於踏上了這個愛爾蘭的土地，這個讓我稍微有點遺憾啊。來了以後才發現，其實應該24歲就來，導致愛爾蘭的很多這個美好的地方，比如說喝酒這事兒，
你到這歲數就不太好了，身體也跟不上。但是如果年輕時候你来，你跟年輕人們混在一起，那還是很美好的。这是 Party 之國啊，酒吧之国。爱尔兰还有一個印象就是綠酒吧啊。最開始北京三里屯剛剛開始有酒吧的時候，就有一個綠酒吧叫 Irish Pub。反正愛爾蘭跟這綠色有很大的關係啊，所以到了愛爾蘭來，這個首先的印象就是到處都是喝酒的人，這個很愉快。到處都是酒吧，而且還不光是那綠色的酒吧，就什麼酒吧都有。看咱們節目看了5年的或者幾年的這個觀眾是非常明白咱們怎麼講一個國家啊。咱們已經習慣性的每一次都是先講沒去之前的印象是什麼樣的，然後到了那兒的觀感什麼樣，然後咱們才講歷史文化和思考。咱們永遠按照這個規律來講。最大的印象有2個，一個就是喝酒，當然這兒產出了這個啤酒裡應該算最著名的啤酒之一吧 ，Guinness， 其實就是吉尼斯啊。這個好多人以為這是倆東西，這是同一個東西。大家看那吉尼斯世界紀錄，其實就是這產啤酒這 Guinness 閒着沒事，後來就成功了吧，賣得多了，然後就弄出一個吉尼斯世界紀錄，現在成了比他啤酒還有名。這就是愛爾蘭的大牌子，就有點像那米其林。米其林是一做輪胎的，他是因為希望大家多跑跑这車，然後把輪胎趕緊磨壞了再換一個。才給大家出了什麼餐廳指南什麼這那，後來就米其林餐廳變成更有名。這 Guinness 也是啊，當然 Guinness 的大廠啊特嚇人，我在中國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大廠，然後一看以為是水泥廠呢，進來一看，哇天，那沖天大罐子一個一個，然後這個走在街上，在美國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拉啤酒的車，在美國這都是拉油的，我以為是一油罐車呢，再仔細一看上面Guinness， 哇天，這大罐子車啊！這個美國人其實沒那麼愛喝酒，不像歐洲愛喝酒。一個重大的原因是美國人住的分散，你老得開車，你一喝了酒你就DUI，你DUI你就很倒霉，所以美國人就很節制。歐洲人是因為能走路回家或者坐地鐵回家，但是滿街都是酒吧，人家還有 Party Bus， 隨時流動着開，上來就喝，喝完了就下車走了，這多好！這種東西如果在美國發展起來，這個太好了。Party Bus 以後變成 Uber， 想喝酒了就一點，然後 Party Bus 來了，然後大家還可以點拼車，哥幾個都上一個 Party Bus 喝，喝完了以後挨個送回家去。Uber 應該做這個，這比那 Uber Eats 要好。愛爾蘭人愛喝酒到什麼程度啊？都覺得 Guinness 不是酒，覺得這東西是清火用的。其實我喝的時候苦苦的，我也覺得能清火。然後說孕婦，醫生跟孕婦說你懷孕了你不能喝酒，你就每天喝一杯 Guinness 就行了。所以 Guinness 啤酒，然後它的 whisky， 還有一種劇烈的叫做 Pucci。這 Pucci 是一種土豆釀造的酒啊。這愛爾蘭整個的歷史文化以及它的今天跟土豆是有極大關係。自從這個土豆被從美洲發現了以後啊，美洲發現之前的愛爾蘭我都不知道人家吃什麼，因為愛爾蘭後來就沒有土豆，就都餓死了啊。總而言之，愛爾蘭的整個國家跟土豆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且長得也像一土豆啊！大家從地圖上看，愛爾蘭就是一土豆那樣的。然後這個土豆釀造的高達90度的酒啊，就是一下去就那樣了。那個酒特別珍貴，在愛爾蘭也是稍微有一點不太合法的那種酒啊。那酒扔出去能當燃燒彈使。我在那兒喝了一口，但是我這種人貪婪嘛，眼睛就長那兒了，就拔不出來了。看人家瓶子，最後人家特別可愛的這個鄉村婦女，不是咱們傳統想象的那種鄉村婦女啊，這是一個鄉村婦女，還能念詩，還能拉琴，然後又找一老頭來拉手風琴，我還跟他們跳起了舞。跳起了舞這事兒讓我太高興了啊！這舞一看好，跟西部牛仔舞沒啥區別，也是這樣的。但是跟我印象中的這個愛爾蘭的舞蹈還是有點不一樣。因為我印象中愛爾蘭舞蹈是這樣跳的，大家可能都看過什麼大河之舞啊、愛爾蘭踢踏舞這樣跳。我還問他，我說你這胳膊怎麼動起來了？他說胳膊可以動起來呀。但是我們原來是說为什麼愛爾蘭人這麼跳舞，就只動腳，也是因為長期的被這個英國壓迫着。他們是底層的民族啊，英國人來人家是統治階層，然後英國人就看不得你們這些人高興啊，你們自己信的那個天主教祈祷不可以，不能有教堂。不能說自己的語言愛爾蘭語，不能這個跳你的舞蹈，所以他們就跳舞的時候上身不動，然後腳底下倍兒忙活。大家看那踢踏舞那腳特忙活，恨不能1秒32拍啊！
這英國人從遠處監視啊，尤其是坐在屋里，透過窗户看爱尔蘭人的时候，这窗户外头就看见上半身了嘛，所以爱尔蘭人上半身就不动，下半身在那跳舞。这样英国人从窗户里老远一看，哦，你们都老老實實在那站着。被壓迫的民族裡頭，自己從岩石縫裡生長出的文化就很有意思。非常好的酒，非常好的人民，而且人民特別淳樸啊，這就是酒之後的第二件事啊。應該這麼說，在人均2萬美元 GDP 以上的國家裡，這是我見過的最淳樸的人民。咱們去了那麼多國家，這的人民是非常的淳樸，而且呢，你能清楚地感覺到這種淳樸是什麼意思。就是有的國家你看這人民哇覺得好好，但是能明感到他是因為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很有禮貌。但是有的地方你覺得這人完全就是發自內心的，他不是因為他受了很好的教育，這民族他就這樣，他就是非常熱情，他就是非常能聊天。最大的印象到今天為止啊，就是我作為一個中國人裡非常能聊天的人，快成啞巴了。在這個愛爾蘭，跟誰聊天都插不上話，人家全都一張嘴哇就噴瀉而出，從村裡的一婦女一直到總統，人家開始說話，我就老特別緊張，在旁邊就等着人家喘口氣兒的時候趕緊插一句，人就不喘氣兒。北京人本身就有這特點啊，北京人不是相聲裡說過嗎？一開門說幹嘛去啊？上廁所。你怎麼回事啊？你們你中午吃多了，你看你怎麼說20多分鐘，結果這愛爾蘭人比我們這還厲害。而且這個下意識的就給你說出一大堆話了，而且說話特別的逗。我在愛爾蘭這幾天，我已經很久沒這麼笑過了，就每天就跟愛爾蘭人在一起就樂。給大家舉幾個例子啊，從第一個城市高威開始，我們在高威街上溜達，看到一幫人在那兒賣藝，在那兒一直在說話，最後賣那藝特別可笑，特別簡單，就是找幾個觀眾過去撅着屁股的。然後這幫就跑過去幫空翻跳過去了，就這麼點事兒，這擱中國這就起哄得，這得砸西紅柿。但是人家就說的高興，然後就拿出一5塊錢，說我爸爸給了我5塊錢，就直接就管人叫爸。然後那爸爸估計是一外國人，就特緊張。但是最逗的是有一老頭坐着輪椅，呼從那兒過去了，然後賣藝那領隊看着那老頭說 "He's our manager"， 大家就哈先大笑，沒想到後邊還有包袱呢。然後他說。這就是我們到今天還在街頭賣藝的原因，就是我們那經理人是這樣的一個殘疾老頭，然後給我樂得不行，老頭也沒事就過去了。然後到北愛爾蘭也是，到貝爾法斯特，我們那個導遊在車上跟我們說你看這就是 BBC， 這 BBC 你們知道吧？這個在英國，北愛爾蘭屬於英國啊。這裡多說一句啊，大家別亂了，愛爾蘭是指的這個島。這島上有2政權，一個叫愛爾蘭共和國，一個叫屬於英國的北愛爾蘭。英國的全稱就叫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就叫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原來叫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現在叫北愛爾蘭聯合國。所以這北愛爾蘭一定要弄清楚啊，它跟其他的什麼殖民地、兵聯邦不一樣，它就是英國。英國所謂的聯合王國，聯合的就是它。在這個愛爾蘭島，就上面有愛爾蘭、北愛爾蘭和英國本島，就是不列顛島之間的旅行非常有意思啊。這英國使館給咱們中國護照持有者發簽證的時候，就包括了可以去英國入關之後再去愛爾蘭就不要簽證了啊。這愛爾蘭使館發的簽證給中國公民的時候也會加一個標識，所以拿着愛爾蘭的旅遊簽證也可以進出英國。最重要的是因為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都在一個島上，他們中間沒有海關，雖然有邊界，但是邊界你看不出來，就跟在歐盟裡開車一樣，那個地圖上是有邊界，但是你開過去的時候根本就沒有任何邊界的牆啊、海關啊，隨便進出啊。所以我們經常就坐着火車就去北愛爾蘭了，一會兒又開着車到愛爾蘭，隨便來回來去跑。這是2個國家之間因為這麼多年的歷史嘛，目前形成的這個尊重，即使是英國脫歐了，也不會在北愛爾蘭和愛爾蘭之間再建一道牆啊。具體的我們在後邊會講啊，這個英國脫歐以後怎麼弄啊。所以到那兒已經是屬於英國了，所以他有 BBC， 然後他在車上跟我們說 BBC 還收電視稅，這是英國一特色。你說它是國有的，但是它不是國營的，這個很有意思啊。每個人收電視稅，這筆錢直接給到 BBC， 但是它不是由國家來編輯內容的，
它是一個相當獨立的媒體，但是國家擁有的這麼一東西。然後他特別逗，他說我每年要給 BBC 交這個160幾磅稅，然後指着那司機說他只交18磅。然後大家說為什麼呀？說他看的黑白電視。就是你出去慣了见到各種導遊，但是見到這種特別逗的導遊，在不停地在車上給你逗樂啊。然後這個來一個年輕人帶我到處去參觀什麼市場啊，什麼 whisky 啊。哦，我在這兒見到了有生以來我見到的最貴的 whisky， 5萬磅，40多萬一瓶。這之前我只見過大概日本已經關了的酒廠啊，因為大家知道這酒厂關了，這酒就貴了，就跟這畫家沒了，这畫就值錢了，这不能這麼比喻啊。那差不多就這意思吧。而且只有那一桶灌了117瓶，讓我嘗，我不嘗。這小伙子特有意思。這個愛爾蘭的這個英文的口音本身就挺逗的，所以大家看到什麼電影裡、電視劇裡出現那個說愛爾蘭口音英文的人，就大家覺得特好玩，特別逗。大家看那個《權力遊戲》裡啊，洋蔥騎士的口音就是愛爾蘭口音。有一愛爾蘭工作人員在座，我不知道直接說他们口音好不好？可以哈，沒問題哈。對，愛爾蘭人民嘛，淳樸嘛，沒事啊。他那口音嘛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他不會發啊這個音，一律發成烏。開始跟愛爾蘭聊天說什麼 sunshine， 後來說哦 sunshine 他們叫 sunshine， 比如 but 就發成 boot， 那個 f word 就是 f 打頭那個啊。大家全世界人都特別熟悉，但是到他這人家叫 fuck， 這太逗了 fuck off， 這口音大家一定要記住啊，要不然根本聽不懂這上來，因為啊這個音在英文裡太普遍了，而且他們說英文又快，但是到了這個接近北愛爾蘭的地方就已經開始有一個特別明顯的一個口頭語，就是他們說we 什麼意思呢？美式英文裡大概還沒什麼特別像，但你可以說可能像 like， 因為美國年輕人就是 it's like what， 但就是口頭語啊，其實是小的意思。北京話裡可能是有這種口頭語。北京話比如說喝點小酒，吃個小飯啊，談個小戀愛，結個小婚，什麼都可以那個小一下。包括我們自己行業裡啊，經常說咱們排個小練，演個小出，寫個小歌，所以這 we 就是北京話的那個小的意思。說 you want a we chair 啊 ，you want a we plastic bag， 我什麼都是小袋子、小椅子，就每句話裡都加一 we， 你就聽起來覺得特別有意思。加上他那口音，再加上那 we， 愛爾蘭保存着很多古英文啊，所以你聽愛爾蘭人講話講得特別的優雅。除了那口音以外啊，其實比英國人講的還優雅。英國人講英文已經比美國人優雅很多，用的詞彙啊，我是說，不是口音的問題啊。當然口音還是英式的最好聽嘛，但是愛爾蘭人用的詞彙各方面就更有意思。比如說他管小女孩叫 lass， 這個 lass 就是很優雅的這個古英文，然後小男孩叫 wee lad， 這很優雅的這種叫法，比什麼叫那個 little boy 這種哇。聽完了他們講英文，再聽美國人就覺得哇好土啊，所以太有意思的就是這個愛爾蘭人的這幽默。後來我們還說你們這個民族為什麼這麼幽默呀？我們自己也聊，當然了有很多原因啊，等咱們講到愛爾蘭文學的時候咱們再仔細的說這個原因，但是也可以大概的說一個最基本的其實可以感覺到的原因，就是一個1000年以來一直被壓迫的民族，在歐洲最邊緣，當然有時候是好事啊，比如說羅馬征服的時候他就沒被征服，因為他在最邊緣，但是經常也是壞事，就是各種各樣的東西到了你這兒，你是那盡頭，然後在這兒被壓迫，在這兒被侵略，在這兒被同化或者同化別人等等吧。尤其是身邊有這麼一大英帝國，你說這太倒霉了。墨西哥人的名言說，我們墨西哥最倒霉的就叫離美國太近，離上帝太遠，所以墨西哥就這麼倒霉。這愛爾蘭這更近，四面八方都是大英帝國，這不是一般的近。這個自己现在還有一部分是英國啊，這個離上帝經常很遠，因為他們的上帝跟英國的上帝還不太一樣，所以他們就可以說我離大英帝國太近，我離上帝太遠啊。所以一個長期的被壓迫的，然後在各種各樣的災難中掙扎的民族，如果你再不幽默一點，你再不讓自己快樂一點，那你怎麼生活呢？是吧？所以大家看到其實中國有點很像，中國為什麼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幽默一點？對不起啊，沒有任何地域歧視啊，人南方人靠譜啊，
是吧？幽默的地方經常不靠譜。咱們就說北方人這幽默，其實跟這有很大關係。中國的北方是多次被外族入侵占領，我也不敢动，那我還不逗點乐，我還不讓自己高興高興。中國南方很少出現像北方似的這麼多次被蹂躪，然後被占領，五胡亂華。其實那華是北方，五胡亂華根本沒亂到南方去。然後这個金啊、遼啊，主要都在北方啊。大家看誰最逗乐？关万清最逗乐。关万清為什麼逗樂？關萬清沒辦法呀，啥也幹不了，被壓迫，那又是北方人，所以這個有很像的一個原因啊。所以來到了愛爾蘭的前幾個大印象，一個是好酒，一個是好人。我是先到了這個高威，給大家看看這個啊。然後這是幹什麼的呢？這就是高威的這個球隊的標誌啊。大家知道這個歐洲人啊，看球一定得裝備起來，手上、腦袋上各種地兒這掛着。然後呢，高威的姑娘、高威的球隊、高威的各種夜生活先看了一通，然後又跑到这個 Limerick。到今天我在整個愛爾蘭這島上跑的所有地方啊，跑了大概4、5個地方吧。我最喜歡的是 Limerick， 非常漂亮的海濱城市。這島比台灣大概大1倍，但是呢，跟台灣有點像，就是主要的城市全沿着海，所以到了高威也是海港，然後到 Limerick， 資深的樂迷是知道的啊，就是他們那兒產了一個大牛逼樂隊，就是 The Cranberries 小紅莓。小紅莓在中國應該是西方最著名的樂隊之一，因為我們最著名的菲姐用粵語、國語分別唱過小紅莓的歌曲。當然了，菲迷肯定說我們家菲姐肯定不可能受任何人影響，我們這石頭縫裡蹦出來的。但是好歹石頭縫裡蹦出來的也受了一些分別來自幾個不同的西方的這個音樂的影響啊，其中小紅莓對王菲的影響還是非常明顯的，能聽出来的啊，就是那種縹緲的幻聲區，所以這個導致小紅莓在中國非常的紅。然後最近是負傷了，負傷以後我就去看他去了，還挺愉快。至於聊了什麼，等咱們往後再講到愛爾蘭的文化歷史，咱們再講啊。所以這個就到了 Limerick 以後又到了貝爾法斯特，然後貝爾法斯特轉了一圈，最後又跑到都柏林。先說這高威啊。高威在愛爾蘭很著名的一條叫 Galway Girls， 這愛爾蘭首著名的歌，然後也是叫美女出在高威。愛爾蘭姑娘確實長得非常好看，他們說高威的姑娘好看，我到北愛爾蘭我看貝爾法斯特姑娘也挺好看啊，比英國的姑娘好看很多很多。我以前經常說這道理，就是為什麼英國能那麼發達，最大倆原因就是吃的難吃，姑娘難看。這男的就得奮鬥啊，不奮鬥就只能找那樣的姑娘。也有個別費雯麗這樣的啊，這個好看的，但是大部分臉上有斑斑，然後鼻子特別尖。這個愛爾蘭姑娘就柔和很多，而且特別白啊。但是我這次還發現，中國姑娘只要一出動，全世界甭管哪兒，通通打敗。就是中國姑娘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姑娘，這個東方的也喜歡，是西方的也喜歡啊。中國男的呢是走哪兒也不太受歡迎。當然了，你要出很久說這談婚論嫁那另說啊。比如說俄國姑娘如果要想嫁人，中國男人還是稍微有點競爭力的，因為比起那酗酒打老婆那也不工作，那俄國男人臭烘烘的，那中國男人還行。但是呢，那種受歡迎是說我要跟你過日子，那是因為你人好，不是因為你这個有魅力。所以中國男人出来的時候比較倒霉啊，中國姑娘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膽的到愛爾蘭來，到哪兒來都是最受歡迎的。所以到了高威第一件事就是去混夜生活啊！我到高威时候都已經10點多了吧，但是特高興的跑到高威市中心，叫 Key Street。大家要去高威的話，記住啊，轉來轉去的，確實一堆年輕人在那兒。而且呢，愛爾蘭人呢是紅頭髮，然後一看到這紅頭髮姑娘就覺得好有意思，而且特別白。這個地方的白跟這個四川的白有點像，就是它老不出太陽，老沒有 sunshine， 這口音啊，這咱中國人啊和這西方人還不太一樣。西方人覺得白他還難受。我在高威剛一下飛機我就看見了，有那種專門 tan 的那種地方，美黑。那我這不叫 tan， 我這不太美啊，專門人白人閒沒事要跑那兒去弄美黑去。可是咱亞洲人呢就覺得白挺好看。所以你看那白白淨淨的姑娘，然後紅頭髮，覺得很美啊。然後這個
跑人家那酒吧街去转悠去，然后还看到了一个叫西安小馆的，让我特高興啊！发现这中餐也在不停的升级换代啊。从早期我们出国的时候，那个中餐还都破破烂烂的，一點沒有連鎖品牌。直到現在一看，哇，這西安小館我已經在國外很多地方看到了，在國內我還沒見過到，是在海外做得很好的一個 franchise， 然後特別愉快的在高威這個度過一個晚上，然後第二天就去了鄉下。到鄉下以後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發現。人家老說呀，高老師你什麼都知道，其實不是啊，我再反覆強調，我不是什麼都知道啊。我比較雞賊什麼呢？就是我只一個人做節目，我一個人做節目就顯得什麼都知道，因為我不知道的我不說呀，我只說我知道。如果是4個人做節目，就顯出不對來了，人家說那說那，我插不上話。這個只要不出來看，你讀多少書都沒用啊，因為那不是立體的，不是聲色犬馬的，不 vivid， 所以你一定要親自出來看。所以到了愛爾蘭鄉下，體會到很多。首先體會到的是什麼呢？就是原來美國這麼源遠流長的所謂的西部的所謂的鄉村的所謂的 folk， 所謂的這個美國的民謠，比如說美國四兄弟啦什麼那種傳統 folk， 那個音樂傳統從哪兒來的，清清楚楚的展示出來。我們到鄉下去啊，跟一個老太太站那兒聊天，老太太一會兒說我給你念首詩，然後就念首詩，這個可很可怕啊，一普普通通的人就開始給你念詩了，然後就拿出一個 fiddle， 那 fiddle 跟小提琴長得一模一樣啊，但是它演奏的方法不一樣，就是如果是這麼演奏，這就叫小提琴，但如果是這樣演奏，就叫 fiddle。這種東西到美國以後給發揚光大了，就是在愛爾蘭，你拿耳朵一聽就能聽出來，當 fiddle 演奏的時候，它的音是沒頭的，是粘着的，就是一直這麼粘着拉。Classic music 最重要的是有音頭，就是每一下起弓下去的時候，那音頭是特別清楚。因為古典音樂是齊奏，齊奏首席一動，如果音頭不齊，這沒法聽了。所以跟那個最大區別就這個啊，你那黏不黏黏糊糊。然後到美國以後變成美國的鄉村跟 folk 時候，直接把小提琴加這兒了，就在這兒拉，就是那種黏黏糊糊黏黏糊糊。你一聽你就說啊，這東西我聽過呀，這是愛爾蘭的音樂呀。然後一會兒再來一哥們拿一手風琴啊，還不是中歐的那種大手風琴啊，是那種小手風琴。倆人一拉起來，你完全就明白了，你說哦，原來這個東西是從愛爾蘭來的啊，也是哈。大家想一想，說美國最開始的這些移民啊，都是些什麼人去？首先英愛德這3個最大的民族去，其中這英德兩國都不是特別擅長這玩意兒。那這基本上的音樂的源頭就是從愛爾蘭來的，而且愛爾蘭有非常好的這個騎馬的傳統，然後有騎馬打槍的傳統，然後有這音樂的傳統。你再一想，這不就是美國西部嗎？美國西部的那個真實的東西都過去了啊，現在留下來都是那些文化元素。然後你想一想，那文化元素裡，西部的同志們愛幹幾件事：愛喝酒，愛騎馬，然後跳舞、唱歌、音樂，愛逗樂。愛爾蘭人就全是這個傳統。你再一想，其實10個人裡就一個愛爾蘭人，那其實那個傳統就是那麼來的。而且，這個愛爾蘭人到了美國以後，其實是在底層啊。大家看到去移民的人是不一樣的，英國人是開着公司去的啊。這弗吉尼亞什麼這些州名其實都是公司名，人開一公司叫弗吉尼亞公司，到那兒佔塊地兒，這州就叫弗吉尼亞啊。或者是因為宗教去，或者是因為這個大家有股票的啊，都買了股票去。愛爾蘭人是被飢餓逼的，所以在美國一直生活在底層。但是後來不是了，後來一半總統都是愛爾蘭人，那都多少代之後，底層人民怎麼辦呀？底層人民就是這兒沒我的地兒，我就繼續去叫 frontiers， 那我就去新邊疆，我就去更遠的地方，我就到西部去。我不怕被印第安人剝了頭皮，我敢於這個橫槍躍馬。那基本上就是這麼來的傳統。我聽的音樂聽得一身雞皮疙瘩，我還給那老太太看，我說你看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應該這麼說。塑造成今天的美國的主流流行音樂的是2大來源啊，一大來源是白人音樂的來源，白人音樂的來源其實就是 folk 和 country 開始的啊，所以大家看到 folk 跟 country 在美國沒黑人，全是白人，而且這個唱腔都一脈相承保持下來，就是那種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就是那不肚氣兒那麼唱歌。啊，當然，另外一個大的美國流行樂的源頭跟愛爾蘭就沒關係了啊，那是黑人音樂的源頭。
那是從南方開始的，從 Jazz 開始，從 New Orleans， 然後變成了 Blues。今天其實變成大主流音樂啊，那邊是變成了搖滾樂，搖滾樂也是白人音樂，這邊是後來變成了 Blues， 變成了 R&B， 後來變成了 Hip Hop， 整個是這麼一脈相承過來的啊。所以整個白人音樂的傳統，你在那兒一聽說，哦，這個是愛爾蘭的這個傳承。Folk 更創作性一點， Country 更像戲曲，就 Country 更像一個有標準形制的唱法等等等，有點像西皮二黃。在那兒還看見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叫泥煤。以前我還從來沒見過這玩意兒，以至於我到那兒就像一傻子。我這人本來就一到田裡就像傻子，就我到很大很大都不認識麥子跟稻子。後來很久以後，我媽說：“你怎麼還不認識？我教你，直着那是麥子，彎了的是稻子。”哦，我的唯一的知識就是這個。整個的這個到了田裡，我到現在為止，除了因為我媽教我直的是麥子，這個彎了是稻子，我懂以外，我只認識一種東西叫蓖麻。為什麼我認識蓖麻呢？因為我小時候種過蓖麻，所以我每次看有蓖麻的地方我就特興奮，我說蓖麻，我認識這個。除了蓖麻，其他的事兒經常都說錯，所以我也沒見過那泥煤。結果人家那個老農問我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嗎？”我說：“這什麼東西？泥呀。”他說：“這東西也能燒。”然後周圍的一塊去的愛爾蘭人，包括我們的華人兄弟們，都說：“哎，這你都不知道，這真不知道。”就是那真是这愛爾蘭特有的一種東西，就把那泥煤挖出來以後，在那兒曬乾了，燒那玩意兒，然後又吃了一堆他們的土特產，就是那個剛才我說那90度的酒啊，就是他们那個 seaweed。嗨，這沒出息，還沒說就咽人唾沫。特別好吃，到現在我還帶着，就在我這包裡呢啊！所以在高威是度過了非常愉快的日子。關鍵是像我這種人，本來我都以為沒什麼可發現的，你到40多歲的人都覺得，哎呀，這世界就這樣。但是你突然發現了一些特別特別根本性的東西，你就覺得特別特別愉快。然後從高威去 Limerick 啊，去 Limerick 跟這個小紅莓 Cranberries 的主唱跟吉他手坐那聊天也很有意思。通常啊，這個流行歌手啊，他和作家和電影人不太一樣啊。流行歌手他通常不太聊政治。你問一美國樂隊，他說：“你問我這幹嘛呀？跟我有什麼關係？我是 individual hero， 我自己成功了，跟你們都沒關係。”美國人就這麼講的。美國人覺得我的美國夢就是我成功了，我把它賣了一好價錢。但是像在愛爾蘭這種國家成長起來的人啊，尤其是從那個時代經過的人，你想想看，小美主唱應該比我小個2歲，那就經歷過愛爾蘭這個很悲痛的叫做 Trouble 那個時代。如果像我這個歲數，從小家裡還能有一電視的人，就會印象特別深刻。小的時候，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愛爾蘭共和軍，然後又炸了，又殺人了，又這那了，恐怖襲擊。我們小的時候，這世界上的恐怖襲擊和後來的恐怖襲擊完全來自倆原因。就我們小時候那邊還沒有恐怖襲擊，72年慕尼黑奧運會第一次有恐襲，那之前其實從阿拉伯世界的恐襲還沒有。北愛爾蘭共和軍是當時全世界最凶悍的一股力量，叫 The Trouble， 大寫的 Trouble 啊。那個時代一直延續到80年代，其實一直延續到後來。我第一次去倫敦的時候，我也特別奇怪的就是怎麼沒有垃圾桶啊？在英國特倒霉，拿一冰棍棍，吃完冰棍就開始找垃圾桶，最後找了一天也沒找着，就冰棍一直拿着，然後就問人家說：“哎，你們這國家怎麼回事？你們這大英帝國不是挺文明的嗎？怎麼垃圾桶沒人說？你不知道，我們被那個北愛爾蘭共和軍叫 IRA， 說我們被那 IRA 炸的已經那個失魂落魄，說髒點就髒點，比那個丟了命強。說我們曾經一早上炸9個垃圾桶，就是此起彼伏的炸，所以我們把垃圾桶全撤了。後來就已經徹底到連酒店房間裡都沒有。一直到這一次我來愛爾蘭，因為沒有直飛的，我從倫敦轉機，我從洛杉磯飛到倫敦，先住了1-2天啊，因為英鎊比較低嘛，我这有點小賺便宜心態，我說買點東西，結果住酒店裡，酒店裡也沒有垃圾桶，街上依然沒有垃圾桶啊。其實巴黎也被恐襲，但是巴黎有垃圾桶，但是巴黎垃圾桶很有意思，巴黎垃圾桶是一個圈，下邊透明的塑料袋，就是我能看見那裡邊是什麼。這反恐襲，英國乾脆就沒有，結果導致在英國搞得很難受。所以就那個時代給大家留下了特別大的壓抑啊，就是那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你說人家阿拉伯人的這個恐襲和這個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啊，那個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完全不同的宗教，完全不同的這個世仇，
這愛爾蘭同文同種，俩人說着一模一樣的語言，俩人都叫 We Lad， 都叫 We 这個 We 那個。你說這宗教有什麼不同？新教跟天主教都是上帝呀，都是耶穌啊，耶穌他媽都叫聖母瑪利亞呀，這互相之間能殺成這樣，這個簡直太可怕了啊！所以給愛爾蘭人民心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傷痕啊，以至於這兩位坐在那兒，上來聊的就是這國家的歷史，這國家的慘痛的東西。然後我還問他們，我說你覺得愛爾蘭有什麼最值得向大家來說的？除了他說呀，我們愛爾蘭的音樂舞蹈當然是非常好了，人們對愛爾蘭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些音樂天團啊。然後當然了，我也問了他史尼爾康納最近怎麼樣，因為確實可能精神上各方面出點問題，他也說也很惋惜，他是背受傷了啊，基本上現在好了，在美國的演出啊，在中國演出都取消掉啊，但是他說可能11月還是想去中國，大家所有的小红梅粉絲啊，趕緊準備好，只要說來趕緊買票，因為他的票不管在美國在中国都是秒光。然後第二他就說歷史，其實我觉得他真的想推廣愛爾蘭旅遊，他不應該上來就說歷史，但是沒辦法，愛爾蘭人你別看他表面上多麼幽默，內心身上有深深的一塊烙印，一塊陰影在那，然後就說我們的歷史如何如何，尤其是兩個人說到我們的英雄們啊，我们那些為了祖國的獨立，為了民族的獨立然後奮鬥犧牲的英雄。你像我們這種社會主義國家長大，通常覺得這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才發生的事兒。說我給你介紹一下，我們國家都有，我們國家有邱少雲，知道嗎？我們國家有董存瑞啊，有各種各樣的英雄啊，有雷锋，知道嗎？結果到人家这，人家也這路子，說我們為了祖國這個拋頭顱灑熱血這些英雄啊，給我講半天啊。其實他不講我也知道，因為我既然要來愛爾蘭，我肯定做了大量準備，我看了5集 BBC 的愛爾蘭歷史，然後這個讀了很多書，我們的主編讀了一大堆這個愛爾蘭歷史的書啊。但是他講的時候我還挺感動，因為我覺得他們應該算是愛爾蘭最富有的，因為愛爾蘭的貧富差距沒有英美那麼大，但是像小紅梅這種級別的那他太富了，他們在美國都算是一線的大牛樂團，這種巡演下來1年掙幾千萬美金是一點問題都沒有啊。但是即使富成這樣啊，即使走遍世界，即使在美國待了很久，但是愛爾蘭人心裡的那個根那個東西還是深深的在那裡啊，所以給我很深的感受。當然了，跟小梅他們聊完了以後，我聊了一大計劃，但我在這不說啊，我怕人家給我偷走。然後我還問他，我說你要是把愛爾蘭比作一個動物，你覺得愛爾蘭應該是個什麼動物啊？他說我們愛爾蘭像一個熊。我說為什麼呀？他說第一，我們長得像一個熊，熊腦袋的側面是吧？中國像一只大公雞。後來我們還說，哎，這個還挺像愛爾蘭的熊的性格。熊的性格什麼性格呢？叫我也不欺負你，我也不侵略你，我就在自己這地兒待着，但是你也別招我。熊說我冬天我冬眠了，我就睡覺了，天挺涼。但是你要是 invader 來了，就是咱們那歌怎麼唱的？那個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啊，迎接他的是獵槍啊。我說這個很像愛爾蘭的性格嘛，是吧？我也不招別人，熊就是，但是你別來招我，你只要來招我，我迎接你的是獵槍啊，這個挺好。然後就問他，我說那您這大鄰居呢？大英帝國。然後說他們是獅子吧？大家看着英國這旗子，一會兒在這城堡上飄的，一會兒什麼溫徹斯特，英國人很喜歡把獅子給他弄到他那旗子上。說你看他們那麼喜歡，那他們就是獅子。我說你看這個比喻挺好，這英國是獅子，愛爾蘭是熊，就說我並不比你慫，但是我不招你，那你也別來招我。我覺得這個比喻很好。我說那中国呢？我说你也去過中國，他在五棵松演出過，而且爆火，那是在五棵松演出的時候。他說中國我覺得像一只貓啊。他說我覺得中國人好柔順又神秘，但是性格也都很好，然後那种我心說好吧。他說還有一個原因，他說我在中國看到很多商店裡老有一個貓在幹這事兒。後來我還提醒他，我說這個是日本的吧？我說中國不是光貓幹這事兒。我說等你再去2趟中國，你再琢磨中國是個什麼，肯定不是一貓。你太不了解我們中國人民，也可見我們很深厚，讓人看不出來到底是個什麼。我說那美國呢？他說美國大象，說明一個非常非常普遍的一個情感，
就是愛爾蘭人对美國是有非常大的好感的，啊，但是对英国是有汉賊不兩立那劲兒都上來了。但对美國，其實美國有那麼好嗎？美國是一大象吗？其實應該這麼說，那獅子原來是英國，現在英國成大象了，然後那獅子跑美國去了。這頭獅子在全世界每一個帝國中間亂竄，啊，但是他不這麼認為，他認為那是大象。因為在拉丁語裡就管爱爾蘭這塊地方叫 Hibernian， 就是冬眠的意思，很像一個熊。那时候羅馬帝國不知道這塊地儿啊，知道那邊有一愛爾蘭，但是就沒來。凱撒就管這塊地方叫 Land of Winter， 凛冬之城可以這麼翻譯。然後從 Limerick 出發又去了北愛爾蘭，所有的全游迷們啊，那就親自去看一看林東城以及鐵群島以及国王大道。不過看的时候要做點思想準備啊，我們要对今天的这个影视的 CG 的高科技有充分的信任，所以到那儿一看說，哎，这是这个，哎，这就是大家會給你看到很多圖片以及圖像，說這就是那場戲，但是這城牆只在到這兒，但是上邊那個那麼宏偉的這些東西，然後都是 CG 化的，啊，但是還是很有意思，那個服裝很好，我穿了上啊，穿的還很帥。我這樣的身材在那時候是吃香的，那個時候小瘦子，您還上去打仗呢，您自己都就那個時候得這樣的人，女人喜歡啊。現在是那樣精瘦的那喜歡，在古代那就一腳能踹死仨，然後穿上那些衣服，那衣服做的特別講究，那上面都有商標的啊，寫着 HBO， 你就看到人家就都是普通的 extra 群眾演員穿的那些服裝都特別漂亮，然後拿一把大寶劍，大的寶劍。不是那意思啊，然後大家看看我拍的照片，就在這兒，這個漂亮極了。我射箭，bullseye，直接就射到，沒有實環，但是射的也還不錯，啊，我覺得非常值得去一個地方，非常的美。所以大家去林東城看的時候，那就真的保存下來的幾百年的城堡、古堡，以及極其美的樹林和海灣。鐵群島聽說也很美，不光是林東城、鐵群島，聽說有好多好多個地兒。這個拍這個權力遊戲的在哪裡？所以大家去北愛的時候不要忘記啊，去這裡以及去貝爾法斯特那個大農夫市場看一看。大家想想貝爾法斯特還有什麼？泰坦尼克號就在那造的呀，當時全世界最先進最大的大輪船。這個泰坦尼克號是在貝爾法斯特造好，第一次出航就是去英國接了遊客，去法國接了遊客，最後又回到愛爾蘭南部一個小鎮，接上最後一批乘客。出發去大西洋，一去不回，所以貝爾法斯特是重要的工業城市啊！大家想想，那麼大的船就在這兒造的，啊，然後這個英國佔領愛爾蘭那麼多年，就因為北部的所謂的英國人多嘛，新教徒多，所以重點發展北部的工業，然後南部你們這些愛爾蘭人，你們就種地，你們少廢話，給我種地，然後種出來糧食給我，種不出來你們餓死我也不管。所以這就是愛爾蘭大饑荒最後導致的這個對英國的仇恨非常嚴重。所以大家看泰坦尼克這電影啊，聽到裡邊那個除了 Celine Dion 唱那首歌以外，大量的裡面的音樂就是一聽就是有愛爾蘭元素在。所以貝爾法斯特曾經被炸過，除此之外愛爾蘭就保存得很完好啊，整個就保存下來。所以各種各樣的城堡啊等等。20年前我就認識一個愛爾蘭伯爵，這 Patrick， 他家就有一城堡。叫 Borough Castle， 應該是今天在愛爾蘭極其少見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一個400年都是他們家的，這城堡沒換過手。這種東西就大家之前講日本在京都才會發生，說這家店1000年800年都是他們家的。這哥們兒跟我特別好，長得非常帥，現在有點發福了，20年長得帥，一表人才，而且是那種，因為他們家是英系伯爵。這 Earl 啊還分成2種，但 Earl 就是英國伯爵啊，歐洲大陸的伯爵不叫 Earl， 英國愛爾蘭的伯爵叫 Earl 啊。這個 Earl 還分成英系的 Earl 跟愛爾蘭本土的 Earl， 英系的 Earl 就是跟隨皇室打過仗啊，或者是結過婚，基本上伯爵就是這麼來的。伯爵再往上就開始姓皇家姓了啊，那就另外一說了，那就是皇親國戚了。伯爵是異姓裡面就算最大的爵位了。大家知道歐洲的這個文學裡面為什麼老愛寫伯爵夫人騷呢？這一來這個最騷的都是這伯爵夫人那伯爵夫人，後來我研究了一下發現一問題，就是他不敢寫公爵夫人，因為這公爵他姓溫莎呀，
他姓哈布斯堡啊，这公爵就是皇帝他弟弟叫公爵，女王她老公叫公爵，这你要是骚了，直接你就被杀了。说你作家你敢写我们你的意思我们家戴了绿帽子，我们家生下来那有继承权那顺位继承权那哥们儿合着不是我们家孩子，所以他不敢写呀。你想莎士比亚首先就不敢写啊，所以这个他只敢写伯爵，因为伯爵夫人骚没關係啊，那伯爵叫人戴綠帽子，反正你也不姓我皇家姓，你姓 Rose 你姓什麼，所以這個文學作品裡最愛寫伯爵夫人風流，最愛寫這個男主人公是上尉。這個為什麼是上尉呢？因為如果是男主人公是少校，大家覺得這人有點老，就得年輕英俊的軍官啊，騎在馬上跟伯爵夫人偷情，這大家都覺得很好。可是你要是一中尉呢，大家覺得這個地位太低了，所以綜合考慮這男主人公的年齡加上地位，上尉最好，這就是文學的選擇啊。這個 Patrick 很有意思啊，他們家是戰功伯爵，但是後來有姻親啊，他好像是女王的什麼親戚啊，反正他還給我看過哦，他的姑姑嫁給了具體的我就搞不清楚了啊，反正歐洲本身就是亂七八糟。總而言之，他見過女王啊，他跟我說他還給女王脫過裙子，也不是脫，是這個脫，不是約，反正是這個脫啊，人家裙子長，在後邊拖着，然後大婚的時候他也去過什麼之類的。啊，那時候我還沒怎麼見過世面，20多年前我還特別高興，我說喲，伯爵大人啊，您是真的伯爵，而是英系伯爵。愛爾蘭系的伯爵呢，是愛爾蘭本地的原來那些 chieftain， 全且叫土司吧，類似這種東西，然後封了你當個什麼什麼爵位，所以他很高貴的啊，英系的伯爵。他跟我說，如果他結婚，按照正規的皇室的規矩，也應該是有。可能不是女王本人，但是有王室的人來參加。總而言之，這個地位很高。這哥們兒很有意思，很單純，啊，他的父親是一個外交官，所以他會說波斯語，因為他爸住過是伊朗啊，什麼阿爾及利亞，總而言之住過很多國家的大使，然後他就從小跟着在世界各地，啊，但是後來我慢慢發現，我說你這個伯爵看起來不是很有錢的。其實確實也是，因為大家想想看，英美文學裡頭有一個另外一條大主線，就是富有的美國寡婦，然後嫁一個牛國王都嫁了啊，這個國王都因此退位，然後就是有爵位沒錢的這個英國人或者是歐洲大陸的人和有錢沒爵位的美國人的這個婚姻，其實就是當時一個大主流，就是原來去美國都是什麼人？窮人吶，最苦的愛爾蘭人。啊，最苦的英國人，然後就跑了。哥們兒終於發財了，有錢了，回來他伯爵家小姐我娶了，怎麼地吧？啊，或者我繼承了我煤老板的一堆錢，回到歐洲大陸我要嫁貴族，啊，貴族又沒錢，正好就這麼聯姻。他也是，我說你們家沒錢，怎麼城堡呢？他說：“哎呦，你還別提了，就因為這城堡給燒的嘚瑟。”他說：“我爸，你想想我們家400年的伯爵，啊，他當時是子爵，因為父親還活着的時候。”那個 first male 是叫子爵啊，只有父親去世了，那 first male 繼位，他能繼伯爵，他的兒子就是這個子爵啊。他說我這爸從小紈絝子弟，當然那時候紈絝子弟不像今天紈絝子弟天天搞一堆網紅啊，那會兒是搞一堆植物，就他爸就特別喜歡收集植物，到全世界各地又當大使外交官，到哪兒特別貴的植物給買來，就他們家那城堡的院子很大，然後養了一堆植物，他說就都造沒了，我們家這個就敗落了。但是城堡呢，還就堅持沒賣。他說別人都賣了，我們家可能是唯一的一家，到最後也不賣。他說我們家現在就靠人家來拍照片，偶爾有人來拍電影，人拍婚紗照什麼。他說我賣5磅一張票，20年前啊，賣5磅一張票，說勉強維持生計。來中國就為了看看能有什麼能做的事情啊。他後來在中國做點房地產，做點那種 broker 什麼那種東西。然後這個還愛上一個中國姑娘，具體的我就不講中國姑娘是誰啊，這不好啊，愛上一中國。但是呢，特別有意思的是，有一天夜裡哭着我打電話，他跟我特別好，經常跟我一起喝酒，還教給我愛爾蘭的這個喝酒乾杯叫 sláinte， 所以這個 sláinte 這個詞兒我已經20年沒說過了。所以這次來到愛爾蘭，第一次到鄉下喝那個90度烈酒，人說 sláinte， 我當時眼淚都快掉下來了。這個詞兒我已經20年沒說過了，我還記得他用
特別標準的牛津音，他说話一點愛爾蘭口音都沒有，因為他是那種英系伯爵，就是從小受的是那種教育，說特別優雅 slanch。然後有一天夜裡哭了，哭着給我打電話說：“小松，你來陪陪我吧。”我說：“出什麼事兒？”說：“你快來。”我跑陪他喝酒去。我說：“怎麼了？”他說：“他走了。”我說：“走了吧，這有什麼呀？”他那個說。不但走了，把家裡所有東西，他说我出差回到家一看，家裡全空了，所有东西，連鍋、筷子、碗全都拿走了。最不可思議的是，连燈泡都拧走了。他說回家一開燈，只有一個燈泡亮着，下邊是一封 Dear John letter。這英文裡管這個女的給男的的分手信叫 Dear John letter， 就是因為開頭都是 Dear John， 親愛的約翰，我要跟你分手。管男的給女的分手信叫 Dear Jane letter， 然後說為了讓我看清這封分手信，還留了一燈泡，然後其他燈泡全擰走了。他說你們中國女人為什麼這麼狠？我說不是我們中國女人狠吧，中國女人仗義的有的是啊。我估計是你有問題，我怎麼就沒人把燈泡都给拧走呢？你怎麼就能遇見這種人呢？那一定是你有問題，那肯定是你跟人共同生活中間，啊，你有什麼？那我又是我，他確實非常 decent， 非常儒雅。這個地方的手帕從來都疊的一絲不苟，在這兒插一手帕，那頭髮永遠蒼蠅上也能劈叉，就那樣的。我們中國女人啊，就不喜歡你這樣的，就你這樣整天那個人家討厭你，最後就弄得很慘。後來又找了一中國姑娘啊，但是後來挺好啊，後来娶妻生子，啊，所以現在有一個英系的伯爵是中國混血啊，子爵，他還活着呢，所以那個孩子現在是子爵，這個就不具體再說了。最後一次我見到他，是在一個很高級，反正他永遠都在很高級的那種西餐廳裡。坐在那兒，然後吃飯永遠都這樣的，就是挺着，一絲不苟，就是頭從來不低下去，然後就永遠就要這樣，喝湯要倒進嘴裡。所以你看英國人吃飯，這個為什麼餐巾要放在這兒呢？因為這別人吃飯餐巾放這兒，他得放這兒，因為他不能彎腰啊。英國人得 decent， 所以他得這樣喝湯，然後就留一身。所以我看到這個馬克思恩格斯的鬍子，我就經常就想這事兒，特別優雅的吃飯，然後但是很痛苦的跟我说我現在很緊張，然後你看人家連盤子碗筷子燈泡都擰走了，然後說你能不能幫幫我，然後那個就是借點錢唄。這個讓我大吃一驚啊！伯爵大人找我借錢，這個事兒，於是我拿出了北京人這個最一貫的方法，對付了一個很優雅的英系伯爵。我說沒問題，沒問題，然後再也不接電話了。伯爵大人不了解我們北京人，北京人肯定說沒問題，你多少說吧。然後就，所以我今天要在這跟你道一歉，我來到了你的祖國愛爾蘭，然後我發現你特別的有名。這個從總統見我面上來先說我認識一個這個伯爵，跟中國有很多聯繫，然後一從上至總統，下至給我化妝的愛爾蘭姑娘，全認識你。這個你就是愛爾蘭的高曉松，嗨，不能這麼說。總而言之，我今天要跟你宣布一下，你找我借錢那事我已經忘了啊，徹底忘了啊。咱們這個再次 slunch 起來，這個重拾舊日友誼啊。今天已經到這個歲數人，20幾歲的時候，年少時光的好朋友還是很重要的啊。這個來找我，電話號碼在屏幕下方。這個我有很多愛爾蘭好朋友，後來啊，到了美國以後，愛爾蘭人就太多了。我的非常好的2對朋友，這2對朋友都特逗，都是男的是猶太人，女的是愛爾蘭人。我不知道這個組合是代表着什麼，可能是代表着這個女的特能說，而且特別強勢。愛爾蘭女性啊，那堅強的女性，大家想想，愛爾蘭女性生6個孩子，別人都有點瞧不起你，說 only 6， 才生了6個，好歹得7個以上。那而且在美國那麼艱苦的成長，大家看那電影 Brooklyn 啊，就是講愛爾蘭移民怎麼在那個布魯克林奮鬥，但是那電影講的不夠苦啊。
我看过早期的美國愛爾蘭人的那個生活的傳記，那是沒廁所沒水管，一家的那麼多孩子擠在一個破板房裡，就那麼掙扎着奮鬥起來，因為他們是底層人民嘛，更雇不起保姆了，恨不能自己還得給別人當保姆去掙點錢，然後回家養8個10個孩子。所以愛爾蘭女性養成一種非常堅強的那種女性啊，猶太男人這會算賬，這世界上如果還有比愛爾蘭人更慘的民族，那肯定就是猶太民族，那更慘，那連這塊地兒都沒有。愛爾蘭人好歹有地兒，好歹有贝拉教堂可以去，英國把教堂都給他們拆了，好歹還剩一面牆。愛爾蘭人那種很慘的啊，就大家就要偷偷摸摸到野外去祈禱，然後到那面牆前面去祈禱，也要堅持自己的宗教。猶太人就是更慘，啥也沒有，顛沛流離，所以猶太人的性格比較隱忍，男人都是比較隱忍，然後女人都比較強，所以這2對都是，一對俩人都做電影，一對俩人都做音樂，就挺好。做電影這對呢，這個跟我關係更近一點，然後曾經跟我講過他們家很多有意思，他們家10個孩子，這在愛爾蘭人家庭裡算正常，啊，是在芝加哥長大的，這是最重要的愛爾蘭人的聚居地嘛，波士頓，啊，這個芝加哥、紐約。所以大家知道美國革命為什麼在波士頓打響了第一槍啊？在波士頓向着英帝國主義開槍的那不是英國人，那是愛爾蘭人。在那個波士頓港口裡把茶都給倒了，那是愛爾蘭人。所以為什麼美國獨立戰爭還有一堆保皇黨？保皇黨是英國人啊，英國人說我是英國人，我幹嘛要獨立啊？那其他民族人，愛爾蘭人、德國人什麼這些波蘭人、匈牙利人說，我又不是我幹嘛呀？我要獨立。所以美國獨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波士頓是愛爾蘭人的聚集中心，所以在波士頓的愛爾蘭人懷着在爱爾蘭的時候就對你有充滿了那種仇恨，然後到了美國終於有機會了，在 Lexington 打響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啊，所以這個不是像美國課本裡，美國課本可不敢這麼講，美國的課本從來不講種族，在美國這是很敏感的，美國就我們美國13塊殖民地的人民受不了你英國人那個來收稅什麼什麼这那的，啊，所以这個愛爾蘭人聚居在這幾個地方，所以芝加哥是愛爾蘭人一個很大的聚居地，所以大家看到美國黑幫片裡，愛爾蘭黑幫主要在芝加哥，意大利黑幫主要在紐約，所以大家看到那個教父什麼，那講的是意大利黑幫，所以那教父出來那馬龍白蘭度說就得這麼說話，才能把那意大利口音給說出來。芝加哥這個地方到現在都是愛爾蘭人的重要的大基地。父親是一個醫生，英雄母親生了10個孩子，哇，他們家照片太逗了，要給大家拿出來看。我征得他同意了啊，說給大家看，那一排孩子沿着樓梯，嘩嘩嘩嘩嘩一大排站下來，長得都挺好看。愛爾蘭姑娘長得真的挺好看的。然後他們家姑娘從老大開始就挺漂亮。她為什麼能當演員？她後來是個演員，啊，覺得長得也挺漂亮。但是你突然看她家合影，她長得在他們家不算漂亮，她媽長得就特漂亮，而且那張照片已經9個孩子，她媽肚子裡還有1個孩子。依然長得還挺好看，然後這個他們家永遠只做9份飯，我們就是這麼長大的，就是誰起晚了，誰來晚了沒飯吃，所以他們家從小就人人都奮鬥，然後奮鬥的人人都很成功，他们家基本都是名校生，啊，這個一大家子愛爾蘭人都非常的這個厲害，他自己就是一個很好的演員，他的妹妹是 opera 的制片人，我還見過，這個他們經常搞大 party， 他們一 party 起來，他們同輩的36個人在一起聚會。啊，然後他的哥哥911之後給小布什寫的稿就是他哥哥，然後各種各樣就不說了，海軍陆戰隊飛行員啊，等等等等，這個非常優秀的一個家族，啊，他的父親是芝加哥非常好的整形醫生，不是今天的整容，不是那韓國整容啊，這種整形就是受傷啊，什麼什麼骨折什麼這種整形，恢復整形。這個芝加哥有一個著名的冰球隊，芝加哥冷嘛，所以有一個 hockey 隊叫做黑鷹隊，黑鷹隊的那些冰球的人人都打斷過鼻梁骨。那冰球多硬啊！這玩意兒打起來，等一會兒咱們再講。我在多布林看他們那個 hurling 也是那這麼硬的球，但是還沒冰球硬。冰球是一大磚頭，相當於這麼一塊板磚直接拍臉上。所以黑鷹隊那些隊員的整形什麼都是他爸做的，啊，他爸有一個特別牛逼的芝加哥分享的故事。大家知道這個上個世紀如果排最著名的照片排下來的話，有一張照片。我相信今天全世界人民還都記憶猶新，就越戰的時候，一個小姑娘從一個村莊裡衝出來，身上着着火，大家都記得這張照片吧？最著名的上世紀的一張照片，啊，只要睜開眼睛看過照片的人，大概除了這張照片，就是切格瓦拉叼着一個雪茄的照片，可能是另外一張著名的照片，
啊，那张照片裡的小女孩現在在哪兒呢？現在在加拿大。小女孩是誰救的？是她父親。為什麼呢？他父親的大舅子特別倒霉的出了一空難。這個空難呢是從曼谷起飛要去香港，結果這架飛機怎麼就空難了呢？一個泰國機場的警察為了掙自己未婚妻和孩子的保險，這人太壞了。殺人掙保險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壞的人，就掙這人壽保險。但是你不能讓一飛機的人陪葬啊！他把他的未婚妻、孩子放在飛機上，然後椅子底下放了一個炸彈，而且他自己就是机場警察，所以最後没查出來。所以他為了詐騙這個保險，這都不叫詐騙保險了，這是殺人這個領保險。結果一飛機人給賠了葬，他大舅全家都在那飛機上，啊！結果這架飛機本來是設計好在公海上就爆炸了，然後這樣就沒法查嘛，就查不出來誰炸的，他就把保險就順利拿了嘛。結果沒算好，正好在西貢的時候炸了，所以这架飛機就落在越南了。那時候還叫南越呢嘛，那時候還是美國的天下。啊，結果那架飛機炸了以後，大家都死了。當然也因為就炸在陸地上，所以就查出來這件事兒，最後知道是這警察幹的。就大舅子一家都死了，這奔喪啊，他父親就從芝加哥到西貢去奔喪，幫這大舅全家做完後事以後，醫生都有一種特別好的那種情懷。所以他父親說：“那我既然人在西貢，那我也做點貢獻，就有什麼需要我做的事情？因為當時看到這70年代初西貢已經都那樣了，戰亂等等。”他父親說：“那我就義務做醫生，在這做一陣子吧。說那我就救治人，說我什麼也不要，也不要錢，也不要什麼真的大醫院，你就給我一屋子有一手術台，我就反正做整形恢復的嘛。戰爭期間最需要這種人嘛，是吧？”然後他說我就在這做了，給美國兵也好，給當地百姓也好，所以他父親就在那義務當醫生，在一個小屋裡弄一個手術台，結果給大家治病的時候，抬進來了這個女孩。就是照片上這個女孩，當時已經燒傷了很久，積水積膿很久，1年多了吧，大概從那張照片拍的時候，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救治，所以他就救了這個女孩，給這女孩植了皮，從很多很多部位把皮弄下來，把女孩燒傷的這些部位都給補好了，啊，所以他救了這個女孩，啊，然後他回到芝加哥都很多年了啊，后來也沒聯繫。戰亂期間嘛，他只是幹了這個事兒。就後來這個女孩也不知道怎麼通過各種各樣的關係找到了他，找到他說這個女孩已經移民在加拿大，而且在加拿大做了一個著名的電視主持人。本身這個女孩就很著名嘛，全世界人都看過這張照片，啊，然後就找到他說我現在出名了，我要帶一個攝製組來找你，啊，來拍你，我要感謝你，這個讓你也出名。他說我不要，他說你來看我，我很感謝，啊，你來看我也很歡迎你到我這兒來，但是你把那攝製組留在外面，我不想上鏡頭，我也不想出名，我就想做一個醫生，啊，最後這個女孩就來看了他，所以這一段我覺得太有意思了。說跟一個朋友坐那兒聊聊天，突然發現啊，這從歷史中走來，這最著名的照片居然跟他們家發生了這個啊重要的關係。這個 Mac 這家人還沒說完啊，就是他們家10個孩子這個，啊，他這個長大以後，大學畢業以後還來尋過根。啊，愛爾蘭人還是對這個 motherland 很有感情的，就帶了$20，啊，他們家孩子也多，也不慣孩子，他就是中間的那個，所以更不慣。$20來了愛爾蘭住了1個月，啊，他就跟我說，他說我特別喜歡愛爾蘭人民太好了，他说每個人都拉着說來我們家住，來我們家住，結果到那兒一看，一家子睡一地，就沒地兒。愛爾蘭那時候多窮，愛爾蘭的經濟咱們以後再講啊，就最近這幾十年發展起來的，那個時候還很窮很窮。說全是一家子白天打工，然後夜裡全睡地上，然後一堆孩子，他說我也就跟着睡地上，啊，這個$20啊，在那麼貧困的愛爾蘭生活了1個月，人人請他吃飯，因為他是愛爾蘭後裔，請他住屋等等，還帶了一猶太姐們，2人在這兒住了1個月，什麼都不花錢，到處搭車，到處這個蹭着人家住，啊，後來我們來到愛爾蘭問別人，我還挺感動的。有一天就在那個高緯的農村，然後那一位老嫗給我講，他說我們愛爾蘭人就是有這個傳統，說這個孩子一生一大堆，然後大女兒主要都是女兒啊，所以大家看那 Brooklyn 為什麼愛爾蘭人那麼有感情？那電影其實我看我覺得一般，我不能感同身受，而且我覺得不夠苦。但是他說我們都是這樣的，女兒長到14到17歲，大女兒就開始說你得走了，啊，这個聽着怎麼有點像咱們福建或者是什麼那種地方，說你該走了，哈哈，你該去了，然後就
到美國來做保姆、做工人，然後開始往家寄錢。他說的還不是寄錢，他說寄那種一大包一大包的東西，裡面有錢、有衣服啊、有食物等等等等，寄回家来。啊，所以爱爾蘭的大量的经济，包括爱尔蘭后来能夠經濟起飛，跟這些愛爾蘭人在美國往回寄錢以及支持這個祖國有很大的關係。跟中國當年一樣，南洋華僑們第一代、第二代往中國寄錢，然後中國革命的時候慷慨解囊，甚至回國革命。大家知道，這個黃花崗72烈士幾乎都是南洋華僑，愛爾蘭也是啊，美國愛僑回到愛爾蘭參加革命。然後這個傳統很感動啊，大女兒長大就去。這個我在美國的另一個好朋友啊，其實有點像鄰居的那種。然後這個他跟我說，他的曾祖母那個時候來的，啊，是14個孩子，啊，也是這個女兒長大了就先去美國，然後就一個一個養，往回寄東西，養大一個再去一個，養大一個再去一个，就這麼前赴後繼往美國移民，啊，最終闖出這一片世界。啊，真的是很令人敬佩。大家想想，愛爾蘭這麼一個小小的民族，居然膨脹到在全世界有7000萬人，而且在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掌握了半數的總統。啊，猶太人在美國當然也很強，但是猶太人一個總統沒當過，猶太人只當過半個副總統。Rockefeller 有沒有猶太血統還有爭議。如果 Rockefeller 沒有猶太血統，那就猶太人一個副總統都沒當過。啊，但是猶太人幹別的，猶太人說你們去幹那事兒去。我來華爾街搞錢，我到好萊塢去拍電影，啊，這個所以猶太人跟愛爾蘭人在美國，在全世界很像，啊，流散世界各地，為了祖國的自由跟獨立奮鬥，然後最終獲得了自由，獲得了獨立的祖國，同時控制了這個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所以這兩個民族是很有意思。當然也說明這個美國的愛爾蘭人這個數量之多啊，大批的愛爾蘭人從大饑荒之後這個開始往美國逃。大饑荒是1845年開始嘛，跟我們那個很像啊，叫3年大饑荒。愛爾蘭那時候人口比現在多，現在整個愛爾蘭島才有600萬人，加上北愛爾蘭從600萬人，整個愛爾蘭共和國480萬人。那個時候愛爾蘭已經有800萬人。當然了，這成也土豆，敗也土豆，這全世界的這個人口的暴漲。就是因為在美洲發現了土豆，在美洲發現土豆和玉米之前，全世界人口在馬爾薩斯陷阱下一直保持着一個天花板，但是突然間土豆跟玉米來了，哇，中國人口也暴漲，啊，這歐洲人口也暴漲，然後就是土豆養活了這麼多人，可是土豆一欠收可就慘了，你人口漲到800萬了，土豆突然沒了，就土豆生病了，結果就欠收後英國又不管，而那個時候它已經是UK 的一部分了啊，已經有愛爾蘭的這個 St. Patrick 在 Union Jack 上了。Union Jack 是最開始是英格蘭的 St. George， 後來把蘇格蘭的 St. Andrew 裝上，然後又把這個愛爾蘭的 St. Patrick 裝上。我是這國家人，我不是殖民地呀，我不是海外這些東西。聯合王國聯合就是我，英國就不管啊。結果不管導致連餓死帶逃亡，200人沒了。當然了，久經苦難的中國人民聽了可能覺得，我們死的比這多得多，但是對於西方人來說，是大饑荒一下餓死這麼多人，人口減少1/4，這個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而且不是戰爭啊。曾經30年戰爭的時候，德國人口曾經減少過，差不多有這個比例，但是那是戰亂啊，戰亂加饑荒加瘟疫。但是像這個直接就餓死這麼多人逃亡，這個非常殘酷，然後大家都往美國去跑，哎，正好趕上。到1860年的時候，大家知道美國內戰期間，然後出現了這個林肯的這個法令，就是所有人到西部去就可以獲得多少 acre 土地，啊，那個時候美國才開始開發大西部嘛，正好愛爾蘭人大移民那個潮和美國內戰的時期，然後大家到西部能有土地又重合了，啊，所以給了大家一條生路嘛，所以大家看西部片，哇，愛爾蘭人的音樂，愛爾蘭人的這個文化，騎着馬衝到西部去，然後拿一旗子，2家人比賽。因為政府只是說你到西部就能有一塊多大的地，但是政府並沒說是哪塊地是你的，那怎麼辦呢？牛仔就這麼誕生的，大家就到一看平的，就大家一起啊，幾百戶上千戶一塊翻山越嶺向西部走，然後翻過 Rocky Mountain High， 突然一看一塊平地，馬上每家兒子開始騎着馬以最快速度往前衝，因為誰先衝到那個最好那塊河邊地，把旗子一插，按照政府規定的這多少 acre 地歸我了。
你們家只能再往那兒去插，然後那再插不行，咱就只能掏枪呗，那就只能干这个。然后紧接着1849年又发现了金礦，那整个大西部開發啊，所以才導致了大量的愛爾蘭人來到美國，才導致了最後美國44個總統裡22個愛爾蘭血統的人。當然了，如果你再把什麼1/4、1/8都算上，可能有24個，反正有各種各樣的統計啊。這個我也看到不同的版本，連奧巴馬算上，奧巴馬是有一半愛爾蘭血統，奧巴馬的父親是肯尼亞人啊，母親是愛爾蘭後裔。這個奧巴馬不是奴隸後裔啊，不像其他的黑人說啊，我們這世世代代生在美國的奴隸。奧巴馬是留學生的孩子，他爸是肯尼亞留學生啊。然後這個克林頓是愛爾蘭後裔，尤其是 JFK 家族、羅斯福家族。這倆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這個家族型的這個總統啊，當然小布什他們家也是家族，但是那家族跟這倆家族還不能比。羅斯家族就是愛爾蘭後裔，這個 JFK 肯尼迪家族也是愛爾蘭後裔，他能當選跟愛爾蘭在芝加哥的這些盤根錯節的那些勢力黑白兩道有複雜的關係啊，所以今天這個也講了講我自己的好朋友們啊，講了講愛爾蘭人在美國的移民的情況。